你好，迷宫般的思绪，出口就在思维深处。我是阿叶，欢迎来到思维迷宫。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生活中取得惊人的成功，而有些人即使再努力也无法突破瓶颈？其实，决定这一切的不是天赋或勤奋，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我将和你分享7种能帮助你提升生活质量的思维模式，让你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进而实现更高的目标。1、系统思维。在理解和解决问题时，考虑整体系统的运作，而非仅仅关注单一部分的现象。这种思维方式尤其重视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了解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的反馈、动态关系，以及如何在这些关系中引发复杂的行为和结果。就是将事情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而不是仅仅关注个别部分。这种思维方式帮助我们从全局出发，理解每个环节之间的联系。想象你的生活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里面有很多齿轮，这些齿轮如工作、健康、人际关系相互影响。如果其中一个齿轮出了问题，整台机器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学会系统的思考，帮助你及早发现问题，并且避免一些小错误演变成大麻烦。爱因斯坦曾言，我们无法用制造问题的同样思维来解决问题，强调的是，当面临困难或挑战时，解决问题的思路必须与导致问题的思路不同。我们需要跳出原有的框架，用新的视角和创新的方式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彼得·圣吉，系统思维的倡导者之一，在其著作《第5项修炼》中提出，今天的问题通常来自昨天的解决方案。这强调了我们的短期解决方案可能引发系统中长期的问题，从而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往往依赖于短期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些方案在长期内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副作用，甚至产生新的更大的问题。这一观点根植于系统思维，揭示了系统内部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复杂的反馈回路。如果你只关注手头的一个任务，而忽略了它对整体专案的影响，最终可能导致整个专案失败。相反，当你理解整体目标后，你会知道每个小步骤的意义，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你的效率和成果。企业决策应避免仅仅考虑短期盈利，而应考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市场竞争力。个人财务规划应避免短期投资策略，应将目标定在长期财富增长和风险控制上。2、长期思维是一种注业于未来的思维模式，在预测行动和决策的长远影响，并在短期利益与长期目标之间取得平衡。这种思维强调耐心、可持续性以及对未来的责任感。长期思维往往能够避免因追求短期收益而忽视未来问题，从而达成更加稳定和持久的成就。有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被眼前的诱惑吸引，但长期思维教我们看到未来的潜在价值。你今天存下的每一块钱，在未来几年里可能会变成你梦寐以求的房子或旅行经费。定期向退休基金投入资金，并让这些资金随着时间成长。虽然短期内看不到显著效果，但数十年后，这笔资金会因复利效应大幅增长，为退休生活提供保障。如果你选择每天学习30分钟的新技能，可能短期内没什么改变，但几年后，你的专业能力会远远超过当初那些只享受当下的人。这正是长期思维的威力。罗马帝国在其鼎盛时期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和供水系统等。这些基础设施不仅服务于当时的人民，还为未来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使罗马的影响力延续了数世纪。3、机会成本思维。这思维方式帮助我们在决策时考量到潜在的损失，从而做出更有利的选择。一种重要的经济概念指的是在做出选择时放弃的最佳替代选项所带来的价值。当我们选择某个行动时，必须放弃其他行动，机会成本就是这个选择背后未实现的潜在收益。当你做每个决定时，想一想，
如果你选择这个选项，你会失去什么机会？这样能帮助你在生活中做出更聪明、更有效率的选择。如果一位学生选择花3个小时打游戏，那么机会成本就是他在这段时间内可以用来学习、锻炼或做其他有益活动的机会。机会成本思维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分配时间和精力，避免浪费宝贵的资源。比如你面临2个选择，加班赚更多钱，或者回家陪家人。选择加班，可能会失去和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选择回家，可能会影响收入。机会成本思维让你更清楚地衡量这2者之间的权衡，从而做出最符合你价值观的决定。当你有100美元时，应该选择购买最新款手机，还是将这笔钱用来投资？如果选择购买手机，机会成本是可能的投资回报；如果选择投资，机会成本是即刻享受新科技的体验。机会成本思维是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工具，要全面考虑每个选项的潜在价值和所放弃的其他选择。无论是在职业选择、投资决策、时间管理还是企业战略中，理解机会成本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更理性、更高效的选择。通过权衡短期和长期利益，我们可以最大化资源的利用，并避免忽视隐藏的成本。4. 敏捷思维。在这个变化迅速的世界里，能够快速适应新情况的人往往能走得更远。有时事情并不是总按计划进行。敏捷思维让你有能力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明智的决定，灵活调整计划以应对变化，这样你就不会被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脚步。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敏捷思维帮助企业管理者根据市场反馈调整战略，避免僵化的长期计划。特别是在科技、电商等行业中，竞争变化迅速，企业经常需要根据新技术或消费趋势来调整策略。公司的市场策略可能突然改变。如果你能快速适应并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你不仅能在变化中保持竞争力，还可能因为表现出色而脱颖而出。Netflix 最初是一家 DVD 租赁公司，后来迅速适应市场变化，转型为流媒体平台。这一敏捷转型让 Netflix 成为全球最大的串流媒体服务提供商，改变了整个娱乐产业的格局。5. 逆向思维是一种打破常规思考模式，从相反的方向或角度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从终点出发，然后倒推过程中的每个步骤，帮助我们找到更有效的解决方案。这种思维模式挑战现有的假设，激发创新，帮助人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进而提出新的解决方案。逆向思维的本质是避免线性思考，探索多样化的途径，从而发现更有效的答案。在一个小镇里，广场上每天都会有许多鸽子来觅食，弄得地面脏乱不堪，让居民非常困扰。镇长决定解决这个问题，他采用了各种方法，设置鸽子网，防止鸽子觅食的告示牌，甚至请人驱赶。但这些办法都无法完全奏效，鸽子依然每天聚集在广场上。后来，一位智者提出了一个逆向思维的建议，他说，你们不应该试图驱赶鸽子，而应该让大家喜欢上它们。镇长听后感到困惑，于是智者进一步解释，不如设立一个鸽子喂食区，让人们自愿来喂鸽子，并定时清理这个区域的垃圾。这样不仅可以吸引更多游客，还能保持广场的整洁。镇长按照智者的建议，设立了专门的喂食区，并且规定大家只能在特定的区域内喂食鸽子。结果，小镇的鸽子问题不仅解决了，广场也变得更加前进，甚至吸引了许多游客来观看和喂养鸽子，为小镇带来了额外的收入。当你面对一个问题时，不妨先想象最理想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反推一步步如何达到这个结果，这样可以帮助你避免掉入过程中的细节陷阱，而专注于最重要的部分。6. 风险管理思维，评估和处理不确定性及潜在风险的思维模式，并不是避免所有风险，而是懂得如何管理风险。
所有的选择都会伴随风险，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这些风险。很多人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新事物，但风险管理思维告诉我们，关键在于学会如何评估风险，并设置一些策略来控制它，这样你可以更自信地去追求机会。有位农夫住在山脚下，每年都有丰收，但他总担心大雨会引发洪水冲毁田地。有一年雨特别多，农夫意识到洪水随时可能来袭，他决定提前行动，挖了一条排水沟，堆起堤坝，并提前收割了一部分作物。不久后，洪水真的来了，但因为农夫提前做好了防范措施，他的田地大部分都保住了，作物也没遭受太大损失。在投资中，完全没有风险的投资几乎不存在，但通过分散投资、设置止损点等方法，我们可以有效降低风险，从而获得稳定的回报。风险无处不在，掌握风险管理思维是迈向成功的重要步骤。7. 空杯思维是指一种谦虚、开放的心态，能够主动放下过去的成见或知识，像一个空杯子一样，随时准备接受新的知识、观点和经验。这种思维强调学习和成长的重要性，鼓励人们拥有不断进步的心态，而不是被固定的信念所限制。在任何情况下，当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就会停止成长。而空杯思维提醒我们，只有保持开放的心态，才能不断进步。即使你已经在某个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仍要保持学习的心态，跟上新技术和趋势，这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正是空杯思维的写照。老子认为，真正的智慧无法被固定于某种具体的言辞中，因此我们应该保持谦虚和开放，避免自满，这样才能持续成长和领悟更深层次的真理。这7种思维模式是提升我们生活质量的关键。当你能够改变思维方式，你就能改变整个人生。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点帮助，记得点赞、订阅，并在下方留言你的想法，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一起不断学习和成长。